哇，有没有1个月没有拍影片了？好开心，没有了。连我们的麦克风都休息有灰尘一个月了。哎，哦，好，那赶快这只是类的神秘旷野清新版，清新版啊，神秘旷野的清新版，Tom Ford 的。对，好，神秘旷野。这是什么时候出的？20这应该出一段时间了，出一段时间。只是我们之前都是进淡香精跟香精，哎，神秘旷野这个是淡香水，这是淡香水。对，他就写那个 EAU 就是什么神秘旷野之水啊，所以就是它比较清新的版本。对，哦，好，来，那赶快来试一下神秘旷野，看看有没有在2024出的旷野。那就去年了。它反而是去年才出哦，它应该是后来出的啦，就是它的清新版。要再一下吗？应该要。哇，我是觉得还真的蛮清新的。真的哈，我来试试看。那个它的原本那个版本我好像没闻过哎，神秘旷野。是哦，就待会就请学姐来帮我们比较一下。有这种高山岩壁的味道啊！它真的很有矿石的香气。是，对。哎，这个画面我直接就联想到了，我刚从意大利北部回来，非常对不对？最近这一个秘境，神秘的秘境，很多人去践行，它是多诺米提山区的多诺米提山区三尖峰。这个三尖峰呢，大概在海拔2200到2500之间。你去这个北翼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大山、大湖、大水。那这个山上呢，三尖峰，如果从夏季的时候，我刚回来嘛，它这个岩壁就非常的高耸，突突的，就是这个岩石的画面，就很像现在这个味道，厉害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越上去的时候，它空气越稀薄，你就会闻得出来那种空气薄薄的味道。而且雪呢，还有一些还没有融化，即便到6月已经要入夏季了，还有一些雪还在上面最高的地方。对。哇，这一支凉凉的做到神秘旷野，这一次就是有点凉凉的皮革香。有，我觉得是适合夏天的皮革香，适合夏天，不会太过沉重，不会，很舒服。热天来喷这一支也不会觉得皮革沉重，对吧？不会。好，来，那这一支林心地来，我觉得闻，因为我没有闻之前的，但单纯这支闻，觉得就是很标准的皮革香味。就很明显，我觉得还蛮明显的。对啊，但是它皮革中常有一些矿物质的那种香气嘛，那又带一点点微香甜的感觉，所以它没有到很会让你觉得很重、很动物味的那种皮革，不会，就算是还蛮有空间感的那种皮革香。对。但是它是很明显，你一闻就说这是皮革的香味的感觉。我觉得啦，我刚那样闻的时候，因为我记得香精是比较重的皮革香，就是甜心香料堆叠木头，然后再堆叠皮革，所以你会觉得它是比较厚重的皮革香，是有点像皮衣的感觉。这一支是清爽的，很像你穿新的球鞋啊，或是拿新包包的时候那种很干净的味道。有，你这么一说有。对啊，它的那个新香感加皮革感，我觉得它的新香感还是蛮明显的。是，对。那皮革一开始味道就相当明显嘛？对你们两位来说，我觉得一开始我有闻到一点点很干净，类似那个应该是香菜的香气就是很干净的那个。对，因为我闻到的皮革可能还是在后面，我还不会第一直觉联想到皮革。我第一个闻到的是这种岩石峭壁的颜色，那再加上了大片的绿色草地、高山草原的味道。一开始是有那种矿物跟绿感。对，有那种非常大气的感觉。高山上的草原，高山很难得哦，加上它空气稀薄。
那慢慢的，凉凉。你们说的对，凉凉的，有一个那个凉，我也有。其实这6月去，我如果从山上回到了城市，才发现哇，这个欧洲的夏天也真的是有够热的。但是它是干热，但是还是很热。朋友本来在那边讨论说暑假要去，后来就有人说不要吧，你会热死。对，真的很热死。你会热死。可是在这个海拔2200以上，你就会觉得，即便太阳照，一不小心你还会被晒伤。好，但是很干燥的感觉。对，但是干燥凉凉的，山上的干燥凉凉，就跟现在闻到这一支味道是一样。好，那学姐这一支，你会推荐大家用在什么样的时机点场合嘞？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上班喷超级无敌适合，很适合上班族使用，因为香味刚刚好，然后也不会打扰到别人，然后又蛮有层次的，然后又会有清爽的感觉。是，上班刚刚好。好，上班大山大水这样子。然后你会觉得心情很好，假装自己在户外这样子。是 ，OK， 好，上班时间那林心地嘞，你觉得什么时机点？这次我会比较偏向类似说，你可能有一些户外活动，但是是那种比较剧烈的，像是机车快很。那种重机重机对那一种的感，对，它是有一些那种速度感，或是因为会让我联想到比较像皮衣的那种感觉，对，但它可能如果是室内的话，我觉得室内刚学姐说上班子也蛮适合的啦，但因为它不会到太过于正式，对。的那种皮革香，但又带一点那种冲劲、活力感的感觉，就蛮适合。是你说上班族，如果是外面跑业务的，我觉得这支也可以。对。那如果是户外运动比较那种速度感式的极限运动，就觉得这支也蛮适合的。好，你刚刚讲哈雷机车，还真的。被你一讲，那个画面就连接起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哈雷机车有一点速度感，又有一点带着自己的个性。因为它标榜就是每一台机车都有自己的风格，不会跟别人一样。那它的元素也有带着这些皮件之类在这里面。其他的人配件都是皮的。是，所以这个举例举得很好，跟这一支真的非常有神秘旷野的感觉。就是骑着哈雷机车。往这个多诺米提山区给它标上去。多诺米提是哪里啦？它是一整个北部意大利，现在对一个区域，对。好，那明年的2026年的冬季奥运也会在这个科蒂纳这边举办。冬季奥运，酷哦！有机会上网爬梳一下这个城市。科蒂纳，你会闻到这一支 Tom Ford 非常符合这个意境在里面。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讲这一支后调怎么变化哦。好的。好，那我再跟你分享一下我这一次去北艺又有什么样的心得。好哦，待会见，拜拜。拜拜。神秘旷野，清新版来了。清新版，对，后调，学姐。好，我现在变得有点甜甜的矿石香。甜甜的矿石。辛香料的甜加矿石的香气，它后面还蛮舒服的，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喝完那个杏仁茶，真的吗？剩余的那个香气，皮革好像没起啊，好像有哦，但我觉得有一点椰子面包，椰子口味的面包，它不是椰子上面都会有。碎屑吗？有没有？那个有点，它有一点那个香草跟那种香味在里面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它其实有一点Tom Ford 的香水会有的那个基础香调，还是有存在的。然后只是它上面有多了一点不一样的变化。因为它可能，比如说它调香的灵感。要给你旷野的感觉，它其实真的有旷野的感觉，然后微皮革、微矿石，但是它基础的那个Tom Ford的香调在中后段还是会
显现出来，是，就Tom Ford家原本会有的那个香味。旷野，他这次的旷野感，他是在讲说他要调香师是要描述这个Tom Ford他小时候在美国西部长大，德州的西部那个区域旷野感，就是那种小时候的氛围曾经住过的地方的感觉，所以他的确是要表现那种就是在那种空旷、很旷野的那种大地奔驰的那种感觉。对，OK，好，那我闻到现在就是有一点椰子面包上面的那个椰子粉的味道，然后还带有一种矿物质，可是却有一点火药那种火药那个叫做什么？烟硝感哦，对，有一种烟硝感。对对对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闻到。我觉得也属也 OK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调香师还蛮厉害，他要把美国那个氛围调出来。是啊，你知道美国的防晒啊，就会有点微微的椰子跟微微的依兰香气，甜依兰跟就有防晒乳都会有，对，都有微微的那个氛围。我觉得Tom Ford香水的基底都会让我想到就是类似那个感觉。是。OK， 好，那这个变化其实前后转折还蛮大的，对不对？从一开始我说这个清爽，在北翼的大山上，凉凉的，然后矿石感，这个山尖峰，光秃秃的矿石，对，那岩壁，到后来居然变成走着甜感的那种，反差还蛮大的，对不对？有这么一点有趣的，那实际上还是得你自己闻闻看才知道，对，好不好？那林心地，我觉得我们闻起来感觉就还蛮不一样的，三个从前面大家从前面的叙述感觉就不同吗？对啊，因为前面的时候你们都说很像那种很清新，然后在那种高山，我没有，我一开始就觉得它皮革很旷野的感觉，就是清爽的皮革香。然后后来又看一下它的那个故事，西部旷野有真的是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就是很满满的皮革味。然后，但是它因为它后面它可能有加入了一些它香调的时候提到香草啦，但是其实闻的时候不会特别觉得是香草的味道，但是会让你后面的味道它就皮革的那种感觉就压下来，几乎闻不太到。是，我觉得回到它神秘旷野的那个主题的那个香气的基调，是有的。我觉得后面的甜感却包覆了一些火药味在里面，就还蛮舒服的，而且它后调其实我觉得更实穿，就前面我觉得比较像男生使用的香水的味道，就是很皮革感，就比较皮衣啊，然后我刚刚跟我说起重机嘛，但它后调变成就是已经到一个地方休息了，休息站，然后进去里面吃点甜点，对，来一杯休息一下，对，那种感觉，加可颂，这一支是适合从早上到晚上的感觉，对啊，就一开始的是清爽的早上，现在后调真的还蛮晚上的感觉，会让你觉得像晚上的，对了，对 ，OK， 好，那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这一支反差感蛮大的，对啊，它是有那个前后的感觉，蛮不一样的，跟我所认知的 Tom Ford 以前的认为有一点不一样。以前就觉得它是一镜到底啦，是现在变化居然落差感这么大，值得你来试试看，就是很好闻的。这一支蛮适合试身上。对，两位给他几分？菊姐9.5。好，9.5。那9.6。好，那这一支呢，我们讲，当然永远都只能形容了哈。对。那还是你自己实际闻过，你才会知道它这个前中后的转折。对，精彩在哪里？因为香味会因为你个人的经验不同，会引发出你不同的记忆点，所以真的每一支香水每个人闻都不一样。是的，香味就是诱发你曾经的记忆。对，这是有趣的地方。好，非常谢谢你的收看，记得订阅，好不好？订阅很多次，那按赞，分享给你的朋友，常常回来看我们的影片。我们又开始更新啦，因为我已经休1个月回来啦。
回头见，拜拜。拜拜。